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我是李美惠，请您现在花1分钟时间查看一下您的银行存折或手机网银。如果您或家中退休长辈符合接下来要说的4种情况，请务必留意，从下个月起，您每月固定的退休金可能会被暂停发放，甚至已领取的部分也可能被要求退还。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政策明文规定的变化。2025年即将结束，2026年许多新规即将实施，这直接关系到我们退休后的生活保障。大家辛苦工作几十年，都希望晚年能有一笔安稳的养老金，若因不了解规定而触犯条款，导致收入中断，将严重影响生活。欢迎来到福满生活频道。如果您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请点击订阅关注。我会持续为大家分享健康养生、劳保、退休金等实用资讯，帮助中老年朋友避开政策陷阱，稳稳守护养老钱。订阅后您就能随时找到我，我会一直在这里陪伴大家。今天美惠要特别花时间和大家深聊这个退休金被冻结的问题。为什么我要专门做这一集呢？因为最近我在频道的后台收到了太多的私信留言了。好多叔叔阿姨都在焦急地问我，美惠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多人都在传，说现在要领钱都得用手机刷脸，对着镜头眨眼睛，摇摇头做认证，不然下个月钱就进不来了。这是真的吗？我用的还是老款的手机，网络信号都不太稳，那些高科技的东西我根本不会弄这该怎么办才好？看着大家这么担心，这么焦虑，我的心里也真的是跟着着急。在这里，李美惠首先要帮大家彻底弄清楚一个最关键的观念，我们台湾的情况和大陆或是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台湾，只要您还是安安稳稳的住在国内，您的户籍没有因为出国太久而被迁出，一般来说是不需要像国外那样每年都要做什么生存证明，也不需要对着手机做那些眨眼睛、摇头的认证动作。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政府的户政事务所系统和劳保局的系统早就连线在一起了，它会自动比对资料，只要您的户籍状态是正常的，系统就会默认您是健在的，退休金每个月就会自动汇进您的账户里。但是各位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觉得既然不用刷脸认证，那就可以完全放心了。这世上很多麻烦事，往往就藏在那些我们没注意到的细节里。根据劳保局最新的规定和加强查核的动作，虽然不用全面刷脸，但是却特别列出了4种特殊情况的人会被系统列为重点稽查的对象。这系统一旦扫描到您符合这4种情况的任何一种，就会像马路上的红灯一样，毫不犹豫地把您的钱给挡下来，暂停发放。这跟您以前是不是每个月都准时领钱，从来没出过错，一点关系都没有。到时候钱就是进不来，如果您没提前注意这些细节，这养老钱说不定就真的飞走了。咱们先来说说这第一类人，这也是最近这2年最多人一不小心就踩到地雷的情况，那就是因为长期住在国外，导致户籍被迁出的朋友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长辈退休之后，选择到国外去帮儿子女儿带孙子，享受含饴弄孙的乐趣。也有些人是直接移民到气候好的国家去养老，这本来是一件享清福的好事情，但是您一定要记住一个死规定，根据我们户籍法的规定，只要您离开台湾超过2年，而且这2年间没有持中华民国护照入境台湾的任何记录，那么户政事务所的电脑系统就会自动将您的户籍迁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除户。这个除户的动作一发生，事情就麻烦了。劳保局的系统和户政系统一比对，发现查不到您有效的户籍资料了。为了防止有人已经过世了，家属却还在冒领退休金，系统就会自动启动保护机制，暂时把您的年金给付停掉。我之前就遇到一位陈阿姨，她跟着儿子到加拿大去住了快3年，因为前阵子全球疫情的关系，一直没机会回台湾。结果有一天，她女儿帮她刷存折，才发现，怎么有好几个月退休金都没进来了。
陈阿姨急得晚上都睡不着觉，血压飙升，还以为是不是政府搞错了，把钱吞掉了。其实不是的，钱没有被吞，只是被暂时卡住了。那万一我们遇到了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您千万别慌张，更不需要为了办这个手续，特地花上好几万块钱买一张机票，千里迢迢赶回台湾。您只需要在每年规定的时间内，到我们台湾驻当地的办事处，比如驻外使馆或代表处，去申请一份叫做生存证明或文书验证的文件。这份文件就是要证明您人虽然住在国外，但依然健健康康的活着。然后您再把这份重要的文件寄回台湾，交给劳保局。只要劳保局收到了这份证明，确认了您的生存事实，他们就会立刻恢复发放您的年金。而且之前因为被暂停而少发的那几个月的钱，也会一分不少的全部补发给您。所以，如果您的亲戚朋友里有长期旅居国外的长辈，一定要把这个重要的消息告诉他们，千万别因为漏了这个小手续而断了自己最重要的现金流。接下来，美惠要和大家谈谈第二类人。这种情况说起来有点让人心疼，但在现在经济起起伏伏的环境下，其实也不算少见。那就是身上有债务问题，导致银行账户被法院扣押或冻结的长辈。有些朋友可能是因为年轻时做生意不太顺利，失败了欠下债务，也有些人是心地太善良，一时心软帮朋友，甚至是帮自己的孩子做担保人，结果对方还不出钱跑掉了，这笔债务就落到了担保人，也就是我们自己头上。一旦被债权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您名下的银行账户就可能被冻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像您每天眼巴巴的等着那笔退休金入账，好去买菜、付水电瓦斯费，结果钱刚在上午汇进账户，您下午拿着提款卡还没走到超商呢，手机简讯就叮一声响了，通知您账户里的钱刚刚被扣走了，直接拿去抵债了。这对于完全依靠每月退休金过日子的长辈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基本的生活一下子就没了着落。但是美惠在这里一定要教大家一招法律赋予我们的护身符，这是关键时候能救命的常识，您一定要记在心里，或者干脆拿笔写在日历最明显的地方。如果您确实背负着债务，请您千万不要再使用一般的银行账户，或者是从前公司发的那个薪资户头来领取退休金了。您应该要立刻带着您的身份证正本，先到劳保局去申请一份年金给付证明书，然后拿着这份重要的证明文件到指定的金融机构，像是土地银行或是邮局，去申请开设一个非常特殊的账户，它的全名叫做社会保险年金给付专户。这个专户可不是普通的存款账户，它是受到法律特别保护的，就像是给您的养老钱穿上一件刀枪不入的防弹衣。任何一笔存进这个专户里的退休金，不管是法院发来的强制执行命令，还是银行打来的催债电话，甚至是任何一个债主上门，都动不了这里面的一分一毫。这就是政府为了保障我们退休人员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特别设立的救命钱账户。我见过太多的长辈，因为不知道有这个专户的存在，白白让辛辛苦苦的退休金被扣了好多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非常辛苦。其实只要您花点时间跑一趟劳保局和银行，这个困扰您多年的问题就能从根源上彻底解决掉。说完了让人紧张的债务问题，我们再来看看的三类情况。这类情况比较复杂一些，主要是针对领取国保、老年基本保证年金，或者是领取政府中低收入户老人生活津贴的朋友。简单说，就是您已经不再符合领取资格了。我们都知道，台湾的社会福利体系里面有一些津贴是救急不救穷的，或者设定了所谓的排富条款。举个例子，老年基本保证年金，它最初的设计理念是给那些经济上比较弱势，也没有劳保退休金可以领的长辈一份最基础的保障。但是如果您最近运气特别好，突然有了一笔额外的收入或资产，比
比如说，老家祖传的土地被政府征收了，拿到了一大笔补偿金，又或者是子女非常孝顺，把一间价值不菲的房子过户到了您的名下，这就会导致您名下的土地、房屋的总价值，扣掉贷款负债之后，超过了政府规定的财产标准门槛。那么，很抱歉，政府的电脑系统在定期的资料比对时，一旦发现您的资产增加了，下个月这笔几千块的生活津贴很可能就会被取消。还有一种比较特殊，但也必须提醒大家的状况，就是如果长辈一时糊涂触犯了法律，现在正在监狱里服刑，既然您在监狱里面吃住都是由国家负责了，那么像老年基本保证年金或是身心障碍基本保证年金这类属于福利性质的津贴，通常就会按照规定暂停发放。毕竟社会的福利资源是有限的，要讲究公平分配，不能让人同时享受2份国家的生活供养。但这里要分清楚，如果您领的是自己年轻时一分一角缴保费累积下来的劳保老年年金，那个属于您自己买的保险给付，一般不会因为入监而受到影响。最怕的就是很多人自己都搞不清楚，领的到底是福利津贴还是保险给付，结果明明资格已经不符合了，却还在继续领钱，这就叫做异领。您可别以为多领几个月是赚到了，政府的电脑系统计算的比谁都精。一旦在后续查核中被发现，他们不仅会发公文正式追讨这笔钱，甚至还会直接从您未来符合资格的年金里按月扣抵，到时候每个月到手的钱突然变少了，生活反而更难过，这是多么不划算的事情啊！最后这一类，李美惠必须把脸色摆正，用非常严肃、非常郑重的心情来提醒大家，这已经触及了法律的底线，那就是家属没有及时为过世长辈申报除户，因而冒领退休金的情况。生老病死是人生自然的规律，亲人离开我们，心里当然非常难过，但是再难过，我们也必须按照规矩来办事。有些家庭在长辈过世后，子女们忙着处理繁复的后事，伤心加上忙乱，一时忘记了要去户政事务所办理除户手续。更糟糕的是，有极少部分人心里存着侥幸的想法，觉得反正提款卡和密码我都知道，能多领1个月就是1个月的钱，政府那边不一定马上就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的弟弟妹妹们，这种想法绝对不可以有。现在的政府系统、户政、警政，还有殡葬管理系统，全部都是即时连线的，通报的速度非常快。一旦系统发现这位长辈已经过世了，但属于他的退休金却还在持续被提领，这就不是简单的停发或者把钱退回去就能解决的事情了。这在法律上很可能涉及到诈欺取财罪和伪造文书罪，这些都不是私下和解就能算了的公诉罪，是会留下前科案底的，严重的甚至要面临牢狱之灾。劳保局不仅会通过法律途径把多领的钱加上利息全部追回来，负责提领的家属还可能因此惹上刑事官司，为了这区区几个月的钱，赌上子女一辈子的前途和家族的名声，实在是太不值得，太糊涂了。所以，万一家里有长辈不幸过世，请务必在第一时间内就去办理除户手续，并且主动通知劳保局停止拨付年金。该是我们能申请的老人丧葬补助，我们一分不少的去办，但不该我们拿的钱，我们一分一毫都不要去碰，这样晚上睡觉心里才能坦坦荡荡、安稳踏实。讲了这么多比较沉重的话题，美惠最后还要再啰嗦几句，做一个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关系到您身家财产安全的防诈骗警示。每到年底，或者是政策有风吹草动要改变的时候，也恰恰是那些诈骗集团最猖獗、最活跃的时候。那帮坏人坏透了，就是专门利用我们中老年朋友消息来源比较少，又特别担心退休金出问题，怕给子女增添麻烦的焦急心理。
设下各种各样看起来天衣无缝的圈套，您可能会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劳保局专员、健保署承办人员，甚至是地检署的检察官或警察局的警官。他们的口气通常非常凶狠急促，电话背景音里有时还会故意传来敲打键盘的声音，或者是警车鸣笛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真的在办公。他们会吓唬您，说您的身份证件被盗用了，涉嫌洗钱，您的年金账户已经被冻结了，要求您立刻把账户里的钱转到他们指定的所谓安全监管账户进行保护，不然这辈子都别想再领到退休金了。或者他们会传手机简讯给您，里面附带一个网址连结，要您点进去输入银行账号、密码，甚至是一次性的手机验证码。亲爱的叔叔阿姨们，您一定要把下面这句话牢牢地刻在脑子里。凡是主动打电话给您提到钱的，凡是问您要银行卡密码、要手机验证码的，凡是叫您去操作 ATM 提款机进行设定或解除分期的，100%通通都是骗子，没有一个例外。真正的政府机关，如果您的年金真的出了问题要通知您，他们只会寄送正式的书面公文，用挂号信邮寄到您户籍地址的家里，绝对不会用电话办案，更不可能在电话里要求您转账或操作账户。如果您接到了这种让您心跳加速、心神不宁的电话，心里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我请您先做一件事，深呼吸，然后直接挂断这通电话，接着给您信任的儿女、媳妇、女婿打个电话问问，或者直接拿起电话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去查证。千万不要因为心里一慌，就自己一个人闷着头，照着电话里的指示去操作。一旦您不小心把那个关键的验证码告诉了对方，您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保命钱，很可能就在几十秒内被转到天涯海角都找不回来。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连后悔都来不及了。我们老百姓过日子，图的不就是一个平安安稳吗？这笔按月进来的退休金，就是我们晚年生活最坚实的保障，是我们的活命钱。了解规定，保护好自己这份应得的权益，是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对家庭该负的责任。李美惠今天苦口婆心讲了这么多，从头到尾都不是为了要吓唬各位，而是真心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心里有个底，都能把眼睛擦亮，不要因为不懂政策而吃了闷亏，更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大意而掉进了坏人精心设计的陷阱里。如果您觉得美惠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对您有一点点的帮助，或者让您想起了某位可能需要提醒的亲朋好友，那就麻烦您动动那根发财的手指头，把这部影片分享到您的家族群组里，或者转传给您的旧同事、老邻居，特别是那些子女长期住在国外，或者正在为经济问题烦恼的朋友。您这随手的一个转发动作，可能就帮他们避开了一个大麻烦，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这真的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俗话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好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聊到这里。如果您对社会保险专户到底怎么申请还有疑问，或者对其他年金问题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地方，都非常欢迎您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李美惠只要看到，一定会尽快回复您。我是美惠，我们下期影片再见。祝大家平安健康，福气满满。